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为公司接了500万的订单，老板娘却违背承诺，将我应得的25万提成降为5000。我气不过找她对峙，却被直接开除。可才不到1周，老板娘就屁颠颠跑到我家，百般哀求让我回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新来公司的老板娘喊我进总经办时，我正忙着写圣诞祝福邮件。我的巴西大客户在我1年多卧薪尝胆的努力下，终于给我下了500万的大订单。想到25万的提成，我和老婆激动万分，睡觉都忍不住笑醒，一致决定先拿5万境外游，剩下的20万再来还房贷。如此，月供的压力骤然减轻。Perfect， 我放下手头工作，脚步轻快地走进总经办，关好门。任总。叫什么任总？这么客气，叫任姐。老板娘笑眯眯地示意我坐下，给我沏了一杯太平猴魁。小陆啊，你来天星都3年了吧？多亏你辛勤的努力，才让天星越做越大，不至于像我的美容店那样早早倒闭。我和老石才得以继续混口饭吃。我受宠若惊地接过茶，翘起的唇角怎么压也压不下去。3年来我兢兢业业，像个不知疲倦的电动小马达。老板石总主抓生产，我负责业务。公司没平台少客户，我绞尽脑汁创造资源。没钱参加行业展会，我挂着买家牌子混进去，偷偷在会场打游击，给老外发公司彩页。运气不好被保安发现，辱骂驱逐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连我的作案工具都被没收。可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在琶洲馆一厕所门口钓到了巴西客户这条大鱼。看着一家名不见经传，仅有几台设备的小作坊，一跃发展成几10台设备的行业 Top 3，我与有荣焉。知道老板看中我，没想到老板娘刚来公司上班，第一件事也是表扬我。一时间，我心里既感动又有点飘飘然，只恨不得下一秒就接个1000万大单来回馈公司的器重。我清清嗓子，正想谦虚一下，老板娘又开口了。不过呢，你也知道经济大环境不好，很多公司都倒闭了，现在能按时发工资的都是好厂，我们公司也不好混了。国内客户几乎都做的账期，到期了给你拖货款，装孙子都不行，再加上各种成本上涨，运转艰难啊。我眉头一跳，莫名闪过一丝不好的预感。果然，老板娘长叹一声后，便紧盯着我，面如苦瓜。小陆啊，产品利润薄，现在没有哪一家公司能给到销售额5%这么高的提成了，一般都是1%，所以我们也不能搞特殊。我的笑容登时僵在脸上，心凉了半截。所以这次我500万金额的订单提成怎么算呢？那肯定按照新规则来呀。老板娘被我的话突然打断，面露不悦，又极力压了下去。别看这次客户下的单量大，价格也压得死低呀。公司没利润，肯定不能按原来方式计算提成了。不过放心，你是公司元老，公司不会亏待你的。加油干，多接几个单子。年轻人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呵，我的心彻底凉透。公司有没有利润，还不是你们的一句话。从25万的提成，一下子过山车似的降到5万，货币贬值的速度都没这么快，还真的是一切皆有可能。一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幻灭感袭来，突然觉得万念俱灰，对任何事物失去兴趣。打老板电话无人接听，发微信也没回，我索性请了3天假，
躺在床上发呆。老婆从最初的愤怒已经转为平淡，反过来安慰我：算了，老陆，看开点吧，5万也不少了。你看同龄人有几个月入5万的呢？我们搬新家时，你老板老板娘还给我们封了500的红包，你忘了？我猜你们厂可能真的有财务危机，否则老板娘也不至于突然变得小气。老婆的话让我好受很多，美好的设想转瞬成空。虽然仍沮丧，可有什么用呢？身负房贷，不敢轻易辞职。换工作意味着丢失以前客户，从头再来，苦逼搬砖人，妥协吧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让我出离愤怒了。周二，我到工位刚坐好，人资小杨就走了过来：陆哥，昨天周会你没来，我们以后要实行新的 KPI 绩效考核，所有人漏打卡1次罚款50元，迟到1分钟扣20元，别忘了按时打卡哈。我顿感无语，国外和国内有时差，尤其巴西比中国慢了11个小时，所以我经常忙到凌晨1至2点才睡。石总也知道我的情况，所以特意允许我晚上熬夜谈客户的话，第2天可以晚点上班。我不服，正想反驳，小杨又把一份外贸薪酬绩效管理表推到我面前，面带同情：陆哥，你看下，除了日报周报，还有浮动制提成算法，不懂得去问老板娘哈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上周3老板娘才找我谈过话，怎么突然又变了？隔壁 Lisa 探头过来，悄声和我摇耳朵：丈，恭喜你升职成外贸经理了。我昨天不经意听到 boss 娘2口子聊天，板娘有个学商务英语的外甥女，过几天会来上班，到时你所有的客户资料都要转移到她的手里，你只负责协助管理，听我的，别那么傻。自己辛苦开发的客户为啥给别人？还有这坑爹的绩效！我疑惑地看完薪酬绩效管理表，头皮直接炸裂。按照规定，公司将从员工的正常工资里拿出1000算作全勤奖。如果员工每个月迟到早退或者请假，就拿不到1000的全勤，意味着一旦我迟到了，不仅要被罚款，就连底薪也要跟着少1000。这也就算了，关键是浮动制提成。shit， 这特么想钱想疯了！我愤怒地冲进总经办。很好，老板出差回来了，可能谈到兴头上，正和老板娘笑成一团。见到我急忙终止话题，亲切地同我寒暄：石总、任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。我单刀直入，扬了扬手里的薪酬绩效管理表。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我的提成到底怎么算的？老板娘面色闪过一丝不自然，干笑了2声：小陆啊，公司想要全面发展，离不开一套好的薪酬绩效方案。上周4我听了课后深受启发，回来就改革了一下。恭喜咱小陆升职成外贸经理，别看现在你只有1个手下，后续公司会陆续招很多人，你轻轻松松拿团队提成多香啊！老板也适时拍着我的肩膀，笑着鼓励我。要知道，每个做业务的终极目标就是做管理了，你这么快就坐上了管理层，将来大有可为呀！若非 Lisa 提前通气，我可能真就被2人绕晕了。老板娘亲外甥女过来，把我全部的客户搞走后，怎可能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小兵？届时我早就被卸磨杀驴了。既如此，还不如先争取5万提成，到手后我立马辞职。我极力忍着不让情绪爆发。谢谢你们对我的器重，以后的订单就按照团队提成1/1000的算法来吧。但这次巴西客户的提成
5%就算了，能不能照上周3说好的，按1%算呢？我退而求其次，毕竟我开发客户也不容易，在机械展像狗似的，被保安撵来撵去，最后连续熬夜1年多才拿下。就这，现在还要因为迟到被罚款扣全勤，而且从25万到5万，最后到5000，这落差实在太大。公司规章朝令夕改，真的说不过去吧？老板娘倏然变色，黑沉着脸正要发作，老板就接过了话头，故作意味深长地看向我。毛主席说，我们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，看到光明，年轻人要目标长远，多谈理想，多奋斗，少谈钱，只要好好干，房子车子这些绝对不是问题。等以后公司上市，你们这些元老干股在手，不用上班也有分红拿，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老板不断的画饼充饥，却不谈眼前提成的事。要不是我已出来工作多年，我台湾还真信了。我冷笑。毛主席还说，一切从实际出发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实际就是我的提成大幅度下降，还房贷真是个问题。刚出来工作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谈钱太过俗气，年轻人还是应该多奋斗，多学习，提升技能，以至于工资3年未涨，老板哭穷逼我同意年结提成，我都忍下了。但随着年龄的增加，自己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，生活中样样东西都需要谈钱，孝敬长辈需要钱，结婚生子需要钱，购车供房需要钱，没钱实在是寸步难行。去他们奋斗，老子只想谈钱，想要马儿跑，又不给马儿吃草，气氛陡然变得尴尬。老板娘恼羞成怒，把计算器啪的一声重砸在桌上，老板脸色也不大好看。路远，公司不需要一个坐地起价的白眼狼，从现在起你被解雇了。我狠狠地攥紧拳头，努力让自己思路清晰。好啊，请给我书面辞退书，另外按照 N+1 经济补偿标准，我工作3年需要额外补偿我3个月的薪资。老板娘似乎早有准备，嗤笑一声，上周3我找你谈话时，你故意把巴西客户的合同放在桌子上，被车间员工看到了，这属于泄露公司商业机密，一级违规。我为什么要补偿？我气得全身打颤。车间师傅来办公室找老板，不可避免会路经我的工位，而我作为业务，不可能桌子上一张合同都没有。卧槽，尼玛！既然这样，那就请您提供证据，证明我的确给公司造成损失。没有证据的话，就是违法解除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那我们就去劳动局好好说道说道。老板娘愕然，嚣张的气焰一下就没了。她眼珠一转，脸上重新堆起微笑。算了，你为公司付出这么多，确实也不易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我另外给你补偿3个月的工资，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？老板娘的话里隐隐透着一股得意之情。我的月工资4000，3个月是12000，哪怕3N+1的赔偿也才16000，加上5000的提成，一起才21000。可按照之前的说法，我的提成应该最低5万呢。你的客户资料登记表立马发给我，电脑不要乱动，收拾完自己东西可以走人了。至于提成，年底公司会统一安排，按照新规定来。我还要说什么？老板娘却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脸色一冷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劳动局说他只管工资，不管提成，而且我也问过了，对员工进行岗位调整，证明不适合公司工作，最多也就补偿1个月经济补偿金。我和石总对你够意思了。老板看我愣住，
不禁笑了起来，对老板娘露出满意之色。我别无他法，只能麻溜走人。毕竟提成只是口头约定，并未写在劳动合同里，哪怕公司不给，我也无可奈何。我好像彻底败了。走出门时，身后似乎又响起了二人轻松的笑声。Lisa 得知内情后，颇为愤愤。John，谢谢你对我长久的关照，这两位眼皮子太浅，注定走不长久的。另外你说，公司设定的目标销售额是不是太变态了？销售额大于3000万提2个点，1000至3000万提1个点，年销售额达不到1000万，就1分钱提成也没有。但是机械配件行业是众所周知的冷门行业，公司今年的销售额有4000万吗？想白嫖就直说，这种极致抠门的垃圾公司，姑奶奶也不想陪他玩。等我找好下一家，就立马撤了。我啼笑皆非，光留意我的提成又降低了，倒是忽略了不切实际的销售额规定。讽刺的笑笑，正准备走，新来的凯小钟却慌了。陆哥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凉拌，放心，公司自有安排。我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。其实小钟的担忧我能理解，我学的机械类专业，所以来天星后，最开始干的是画图设计。工厂生产机械配件，凭借客户提供的图纸来进行精密加工，但有些客户没有图纸，只提供几处关键部位的尺寸，我便根据所学知识和多年的实操经验重新设计画图。当然也不排除我主动上门，帮什么都不懂的客户测绘全部尺寸，提供一条龙服务。为此，我跟着石总东颠西跑，替公司接了很多同行接不了的高利润订单。不过后来，老板偶然发现我英语过了6级后，便乐颠颠地让我开发国外市场，重新招了一个CAD画图。可惜CAD的水平不怎么样，公司频繁换人。这个月刚来的小钟倒是机灵，每次拿不定主意都主动请教我，倒也没犯什么大错。到家后，老婆正在厨房里张罗好菜，原以为被开除，老婆会担心房贷的事情，不料她却开心的起飞。太好了，老陆，你就乖乖当家庭妇男吧。我走了狗屎运，这月小说分成拿了6万多，哈哈哈哈！我笑着让他滚，却暗自松了一口气，暂时没了房贷的压力。接下来我要好好规划我的未来。这天我刚健身回来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 Lisa。 她神秘兮兮地说： John， 知道为啥你被炒吗？ Boss 投资的高级酒店地产处处暴雷，昨天我经过时，俩人正吵得不可开交。你说他俩哭穷，拼命压榨我们，背地里却有钱搞投资，我了个去。还有 boss 娘外甥女过来了，一上来就和你客户说你品行不端，被公司开除了。这背后谁指使的？简直不要太明显，真他妈恶心。我听得搞笑。 Lisa 是我招进来的，小姑娘本来一心做事，很少发牢骚。自从上次饭局，客户妄图把她灌醉，老板却置之不理。最后我挺身而出，替她解围后，她就彻底寒了心，逮住机会就机关枪似的巴巴两人。我笑着挂断电话，再次点开宋总发我的视频。视频里，老板娘在行业高峰论坛上慷慨激昂，痛斥我利欲熏心接私单，公司规劝无果后被炒鱿鱼。老婆气愤得不行，太下头了，当着同行的面，她怎么做到睁眼说瞎话的？这让你以后怎么找工作呀？算了，宝子，还是我养你吧。亏我以为他们是个好的，眼下有难处而已。我自戳双目，确实没有任何一家工厂的老板喜欢利用公司资源，
谋取私利的员工。老板娘明显是想绝了我的后路，可惜她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不仅仅是个业务，刚清闲了3-4天，我的手机就被打爆了。小陆你好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鼎轩机械的王石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们合作呢？陆经理你好，我们展会上见过，刚知道你辞职了，明天下午方便来我司面谈吗？薪资待遇不是问题。我疲惫的刚挂断电话，对面的宋总就笑出了声。小陆啊，估计天星老板娘做梦都没想到，她前脚刚当众诋毁你，后脚你就被个老板抢破头，哈哈哈，太有趣了，只能说明你太优秀了。不过言归正传，是我先联系你的，先考虑我加倍，底薪随你提，提成行业标准，销售额5%，或给你6%，按毛利润算也行。月结，我按了按额角。之前对老板娘的话信以为真，没想到和宋总一番交谈后，才知道我给巴西客户的价格并不低，而且行业提成标准5个点，我的提成本来就应该是25万，只不过他俩为了赖掉提成把我开了。老板娘散播谣言后，本以为我在这个行业里就此销声匿迹，却忘了我专业技术出身，这个圈子实在太小，几乎每家老板在展会上都见过我，看我敬业的被保安驱逐，大为动容，私下里加我微信，劝我跳槽，更欣赏我过硬的技术。之前念着石总给我提拔成业务，有提成可以领的恩情，我统统拒绝。而现在得知我离职，同行们纷纷找我合作，兼职接单，亦或全职做技术，搞画图设计，都不会出现接私单的现象。倒不是不能理解，我以暂时想休息一段时间为由，拒绝了宋总。看他一脸沮丧，我又笑着说，这次愿意陪他走一趟，去客户那里解决问题。我和宋总也是展会相识，平时交情一般，但看在他给我发视频的份上，我并不想欠他人情。可没想到，在客户工厂，我竟然又看到了前老板石总。原来这家客户蒋总是我早期协助石总开发的，所有螺杆的尺寸都由我亲手测量设计。不过后来蒋总嫌天星价格贵，又把一小部分订单丢给了宋总，按照我设计的图纸生产做货。现在螺杆质量出了点问题，索性把2家都喊来了。我和宋总赶到时，石总和小钟正在被迫承受蒋总的怒火，汗流浃背。蒋总看到我眼前一亮，回头看向石总，正想抱怨，我微笑着截住他的话，蒋总，好久不见，我从天星离职了，今天和朋友宋总过来的。蒋总了然，意味深长地瞥了石总一眼。哦，像陆经理这么厉害的复合型人才流失，天星不太行啊。石总脸色瞬间铁青，愤愤地瞪我一眼。我懒得理他，自谦一番后，直接上前检查机器故障。等忙完一切后，宋总兴奋地转我1000，作为酬劳，收着吧。我们公司画图的CAD工程设计师，每年都有大几万的分红列，像你这种经验丰富的，天星年底分红肯定更高。你怎么一言难尽的表情？不会天星没有吧？这在整个银行都有的呀。可惜在此之前，我并不知道这也有分红。作为画图设计，我曾帮老板解决了那么多问题，还真是1毛的分红都没有。我惊讶地看向石总，他的脸彻底黑了。虽然料到公司会来求我，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2天后，我和老婆正在河边悠闲地钓鱼，老板娘电话竟然打来了。我在接和不接的念头间反复横跳，
可手机铃声一直在响，大有不接不休的架势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扔下鱼竿。陆远，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合同的规定？老板娘声音提高8度，颇有些气急败坏。那巴西客户指定你跟进他的订单，现在说我们违约，叫公司退款解除合作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故意想看我们笑话，是不是？我被这一连串的质问搞得极其不耐烦。不好意思，石总那里有我翻译的详尽的中文合同，你们贵人多忘事，怨不得我。另外，您辞退我的当天，也并未给我交接的机会。话落，我毫不客气地挂断电话。开玩笑，这南美市场的巨头可不是随随便便就拿下的。这1年来，我既当技术又当采购，帮客户不分昼夜，远程解决了无数个技术问题。又因为我自学的葡萄牙语，所以业余时也帮客户免费采购其他产品，甚至承诺裸赶到港后，我协助客户在线调试机器。可以说，我身兼技术、采购、售后、业务数职，所以客户最终才放心下单，并指定由我全程负责，这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老婆扑哧一声笑了，鱼竿差点甩我脸上，笑不活了。你前任板娘脸皮真厚，什么锅都能甩你身上。我深表赞同。可隔天早上，我家的门就被老板娘敲响了。我睡眼惺忪地看着石总2人及手里提的大包小包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石总尴尬地咳了一声，放下手里的礼物，满脸堆笑。小陆啊，你不知道，我炒酒店炒得血亏，所以任姐才一时没想通，做出了错误的决定。女人嘛，头发长见识短，你就别计较了，跟我一起回公司吧，提成还按照5%，好不好？闻言，老板娘气得脸都白了，却又不情愿地低下头。再抬头时，脸上挂满了泪珠。小陆，公司急需你呀！我外甥女根本不懂葡萄牙语，客户电话打来都沟通不了，只能靠邮件谷歌翻译。老板娘急得快哭出了声。巴西佬知道换人后很生气，现在不光要解除合同，还要我们赔偿违约金。石总也跟着叹了一声气。还有国内合作的部分大客户，就像你上次见过的蒋总，说我们技术支持不过关，把订单全部转移给其他厂了。老婆幸灾乐祸的一边嗤笑，早干嘛去了？老板娘脸色煞白，挣扎着看向我。小陆，别的客户暂且不提，这巴西大客户，听老实说，可是你奋斗1年多的成果，你忍心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吗？还有赔偿金问题，公司倒时被拖垮，你的这些好同事就都失业了，你的良心不痛吗？呵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老板娘还妄图用道德绑架，把我逼回公司。我极其讽刺地回他，这些问题又不是我造成的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公司我是不回了。但是我顿了顿，老板娘和石总颓败的脸色现出一抹希冀，先把欠我的25万提成打给我，巴西客户这里我来跟进。石总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，2人忙不迭地答应了。我笑了笑，又说，但是我只负责巴西客户这次的订单，一直到出货，至于接下来客户会不会返单，就和我无关了，这要看你们的缘分。老板娘二话没说，当场往我银行卡里转了25万。他们走后，老婆快要乐疯了。老公，你说你老板娘是不是傻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损失客户订单不提，还白白赔了我们这么多礼物。我摊手摇头，亦无法理解。老婆乐得又抱着我，原地转了3大圈。失业，我给巴西客户打了个电话，
详细说明了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。Carlos 是个热爱足球桑巴、洋溢奔放的中年大叔，他开心地说：“John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总部决定在你所在的城市设立分公司。我们一致认为，作为分公司的总负责人，你最适合不过了。知道你离职的消息后，我们简直太开心了。以后中国区的一切采购、验货、出货事宜，还有团队搭建，就由你全面把控。”我汗颜。其实离职后的短短几天里，我也思考了很多。拜老板娘所赐，众多同行的老板们纷纷抛出橄榄枝，我大可以自己创业，开个外贸公司，和他们合作，甚至还有德国客户想资助我一起合伙开厂。可冷静过后，又觉得颇不现实。当前经济形势严峻，很多工厂在现倒闭潮，重资产投入，一不小心就会负债累累。考虑到老婆收入不稳定，我最终决定加入巴西客户的新公司。因为这份工作不仅能积累人脉，也方便我 SOHO。等我量变引起质变，再辞职创业也不迟。现在最紧要的是努力把房贷提前还完。想通这一点，我豁然开朗，浑身变得轻松。周一，我去天星跟进未来新 boss 的订单。Lisa 转身看到我时，就像见了鬼似的，活活吓了一跳。等我讲清事情原委后， Lisa 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刘必亚丈，我真的羡慕死 boss 娘要哭晕在厕所了。说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眸子一瞬活泛起来。阿路哥，求抱大粗腿，给我内定个职位呗。外企的采购不比私企的业务强太多，上赶着被人巴结，哈哈哈！我笑着点头，再次全身心投入工作。Lisa 眼睛一亮，跟我的单跟得更起劲了。毕竟这是我俩新 boss 的订单，马虎不得。等巴西客户的订单顺利出货后，老板两人再次苦苦挽留我，都被我礼貌拒绝掉。走到门口时，老板娘又一次叫住了我。她犹犹豫豫又小心地说：“小陆啊，离职后你能不能换个新行业做呀？”呵，老板娘总算反应过来了，这是担心我抢公司客户吗？可竞业协议没签，我提成工资到手，凭什么答应你呢？于是我客气地笑笑，却硬邦邦地回答：“不能。”说完头也没回，大步流星走了。2年后，天星公司因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，从行业内彻底消失。我把原来的车间主管、QC 还有部分精英同事，统统招到了新公司旗下。而我房贷早就还完了，又在超一线城市的 CBD 投资了小产权，我自己的事业也在飞速发展。有人让我分享这些年的工作心得，我从来都认为学习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，需要持之以恒，学到老活到老。尤其面对中年危机，更要做到持续学习和技能更新，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雪崩的时候，没有哪一片雪花是无辜的，陷入困境之路，每一步都是过去的自己不经意间踩出来的。如果没有唐僧的信仰，缺乏孙悟空的能力，就努力做好八戒或沙僧吧，与优秀的人结伴同行，咬紧牙关，坚持往前赶。也许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